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0日晚间19点4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啊，道指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这根日线级别反弹的原因呢，我们给出了一个提示啊，就是因为道指呢在周线级别的下跌过程当中达到了169日均线啊，169日均线这个位置呢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的这种情况下呢，本周一道指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反弹啊，今天是反弹第一天啊，反弹第一天之后啊，今天晚上9点半之后，美股开盘之后还有可能继续反弹啊，反弹到这个10日均线附近，有可能就会发生回落啊。回落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还继续判断美股会下跌呢？第一点原因呢，是因为周线级别上美股在经历了看图啊，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在周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阴线啊。周线级别第一根阴线，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后面的阴线组呢，我们把它叫做八戒阴线啊。八戒阴线下方呢，我认为啊，它会走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最终呢跌破这里的169日均线啊，169日的周线级别的均线啊，跌破之后呢，行情最终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与20年2月的这一轮极端行情相互平行啊，这里相互平行啊，这个位置呢，我认为大概率是会要跌下去的，特别是在本周的21号啊，美东时间21号啊，美股会有一个加息的一个提案出来啊，如果这个加息大于大家伙的预期的话，美股一定会死给你看啊，最终呢美股会跌破这个3万美金整数关口附近的这个169日均线，最终呢它完成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所以呢大时间周期呢依然是在这个下跌方向的啊，反弹呢仅仅是日线级别的小幅的反弹。但在这个小幅反弹的过程当中呢，比特币也同步出现了一点反弹啊。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来看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啊，同步了美股在9月19号，也就是昨天啊，它走出了一个下影线啊，这个下影线呢是阳下影线，那么不管它是阳下影线还是阴下影线啊，都意味着这个行情有一段反弹的趋势啊，小小的反弹趋势将要到来。同时呢，在18500美金附近，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提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关键的位置啊，在17605低点出现之后，也就是6月初的低点出现之后，反复围绕18500美金附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做了一个波谷动作。同时呢，这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同步了美股的趋势。做出了1轮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呢做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看到它的日线级别反弹是不同于美股的。我们观察到我们回到美股美股呢它做出的是周线级别的反弹，但是比特币显得非常弱势在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它的第一轮的快速反弹呢，仅仅做的时间周期是日线级别是小于美股的周线反弹的所以呢，我认为比特币这一轮的行情走的极端的弱势。虽然它在反弹过程当中它的反弹幅度呢达到了43%但还是远远弱于美股的一个时间周期那么在第二轮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反弹幅度是大概是20%左右。最终呢是22%，我们当时给出的预期是25%差3个点，这个无所谓。然后它随美股的下跌它大概率都会随美股走随着美股的下跌比特币呢也重新回打到18500美金附近。但是呢，我们看到它是第3次回打到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有这个同步的
波谷位置连线啊形成了一个支撑，也就是说18500它是一个支撑位啊。但由于最近几个交易日呢，美股也显得非常弱势，所以呢，在当前时间阶段啊，它的反弹力度啊非常虚弱啊。我们看到了它的整个这轮下跌呢，是一波4小时级别的下跌，但反弹过程当中呢，没有形成什么呢？没有形成对称性的4小时级别的反弹，仅仅做出了一个什么呢？仅仅做出了一个日线小时线级别反弹之后啊，随即开始回落，证明比特币的行情呢是趋于弱势的，毕竟现在是一个熊市的趋势。那么这轮反弹如果真正能够出现的话啊，我认为它的反弹幅度啊，从低点$18000附近啊，到高点啊，到这一轮的高点呢，我认为它是在15%左右啊，这轮反弹是更弱势于它的第二轮反弹啊，从3万美金到这个17605啊，它经历了啊，这里的我画出来啊，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的反弹22%，那第三轮反弹我相信它会更弱势一些的。那最后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呢，就是由5月份波峰连线和6月份的波谷连线连接形成的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啊，最终呢不断抵处于不断到达18500之后啊，最终发生下跌啊，但是18500在这个位置上啊形成一个平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最近很多媒体啊，甚至说很多博主都给出啊，庄家可能要在19000美金附近筑底了啊，这个历史大底，熊市最终的底正在形成。但我不这么看啊，你要这样看结构，结构是怎样产生的呢？结构往往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但你要看呢远一些啊，我们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也是看着远的地方啊，然后近的地方也要瞄着，对吧？和开车一样，我们看长做短嘛，和开车一样。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69000美金形成高点之后呢，它的前后位置啊，我们忽略掉这个高点之后呢，它的前后位置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这个三角形。波谷的连线啊，和这个波峰的连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然后反复震荡过程当中，在底部啊，也就是32000美金附近啊，构成了一个4次等位置波谷啊，4次等位置波谷最终筑成之后呢，发生了下跌。在这个下跌的这个时间点上呢，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啊，3万美金是个铁底，不会跌下去了。那么现在行情啊，低点又来了，一个新的低点在17605，它的低点形成之后呢，它做出了一个波谷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之间。那么它的上边线呢，我们也给了出来。那在上边线和下边线出现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那和上面的这个红色三角形完全没有任何差别。那最终呢，我认为这个底部，所有人都认为的共识底、铁底，媒体宣传的这个底部，最终也会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跌落啊。我们看上一轮行情就是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上发生跌落啊，这是一个位置啊，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范围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肯定啊，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快速跌落，但是我认为啊，它在不断敲击18500之后啊，这个快速下杀的这个过程很快就要来了啊，所以呢，你看很多庄家都把这个虚拟货币打到交易所，它为什么呢？啊，前2天我听到有消息说，那个孙宇晨把很多以太坊啊敲到交易所上去了，为什么呢？啊，他肯定是要来做空的，而不是抵押之后做多的，因为行情下跌空间还很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了18年行情当中和15年行情当中，比特币在这两轮熊市的第一年都出现了最大下跌幅度85%。那么我们现在高点是在69000美金附近啊，那么跌幅达到85%之后，比特币的价值、残余价值剩下15%之后啊，相对于高点的残值剩15%之后啊，我们的目标价位是在10500，所以呢，当前2万美金附近的比特币还有至少50%的跌幅啊，这种大的空间呢，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在行情当中啊，一定要做这个趋势
所指向的方向。那么很明显，现在是熊市，熊市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肯定是要做空嘛。所以呢，任何的反弹机会都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从什么时间级别布局呢？我认为是在4小时到日线这个级别上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上涨息优或者日线级别上涨息优，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当然了，这轮行情主要做空的标的呢，我认为是以太坊。不得不说在21年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的绝对性的强势。这种强势呢，一直持续到21年12月份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绝对值的高点在 0.088 附近但是在这个焦点形成之后，我们发现了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到达焦点之后，在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急速的下跌这种下跌呢，意味着以太坊领涨的时机结束了但是呢，后面我们看到了反弹，但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它不断的接近于前面 0.088然后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它的这一轮如果出现标志性的日线级别的阴线，也就是悟空阴线它容易走出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才在这个前面阴线出现之后，我们就给出了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最终呢，在前天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出现了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认为它容易出现一个平行的结构。平行于哪里呢？平行于它位于焦点位附近的也就是在5月份的这轮下跌。那最终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一下，切换到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包括这个反弹的阳线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么在当前时间点周线级别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之后，就有理由它走出一个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强烈呼吁大家做空以太，就是这个原因。在这个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是这样。那在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呢，我们在最近的行情当中看到了它在事实上跌破了多条均线系统。首先呢，我们看日线级别上日线级别我们看黄色的这根线呢，这是144日均线上面绿色的这个均线系统呢是这个绿色的线呢是169日均线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2个参考线。那在运行到9月11号的这一天它抵达了144日均线附近然后开始发生回落。回落过程当中，目前走到什么位置呢？这里是悟空阴线然后8戒阴线，当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然后最后它如果走出唐僧阴线的话，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250美金附近但是呢，行情走到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也就是1350美金附近。1350美金附近呢是周线级别，我们看到这个周线级别运行时间是长达2年了从20年11月份运行到现在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135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绝对性的压制在这条压力线的压制下，同时上方还有这个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在这个15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你看它是从这个144日均线附近跌下来的，同时呢跌破了这个5月份波峰连线的这个1500美金然后又跌破了这个红色线的周线级别这个弧形的顶部位于1350美金3座大山它都跌破了之后那么现在呢135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在这种压力位的情况下呢，它正在走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到达1250呢，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结束。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走势就非常清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之后，8戒阴线也走出来了。那么接着往下走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呢，我们看到它的底部位置大概是在1100美金附近所以呢，目前来看在这个相对来说中期一点的时间上，我们对以太坊的一个目标点位是在1100美金附近。那么更长期一些的话我们观察前2轮熊市
以太坊的最大跌幅都是在95%。那么如果以太坊本轮行情的最低点是95%的话，那么它的终极的本轮行情、本轮熊市的第一年最低点呢，我认为是应该在这个$260，$260左右。所以呢，如果现货的话耐心等待$500以下的以太坊即可以。那么对于合约来说，我更多的建议还是特别是以太坊，在以太坊对比特币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做空以太坊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那么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昨天提到了的这个 VIB 我们来继续对它进行分析之前的分析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象限的一个概念怎么做的呢？就是它一旦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比如说这个收敛三角形，那么我们在这个区域上第一个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第一个区域上布局一个仓位在这个位置上布局一个仓位，布局一个仓位之后呢，它会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下跌。第二个仓位呢，我们是在这里布局仓位之后发现它发生了反弹，那么我们第二个仓位在这里面出局之后呢，我们看到如果它能够发生持续的上涨那在上方呢，我们第一个仓位是获利的那么第一个仓位也可以进行减仓。那么行情没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走它的结构呢发生了变化，我们把这个辅助线去掉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它重新做出了一个结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延长过来之后重新做了一个结构，我们画的相对来说精确一点做出这个结构之后，再次发生了跌破，之后，我们之前第一个仓位是在这里，那么如果再次发生跌破之后，它一定会在底部出现一个平台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我们把这个线接着延长通过焦点之后呢，发现了它的这个延长线延长过来之后，如果绕行到这个位置发生了稳定比如说 K 线是这么走的，稳定了之后，我们布局什么呢？布局第三个仓位，然后呢，如果发生反弹的话那么第三个仓位要把它减去获利之后了结。第一个仓位呢还在保留着出现了一定亏损，但是我们第二个仓位和第三个仓位都是获利的。那如果再度下跌的话如果持续下跌的话，跌破我们在这里面设置的一个止损位之后要出局所以呢，根据这个行情的结构我们是控制自己的仓位，控制自己的筹码对行情有一个预估，然后把这个行情呢分解成多个象限，分解成4个象限，同时呢，中间的这个区域是单独计算的中间这个区域呢，它是发生变盘的位置在前面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在焦点位附近发生变盘，那么新画出来的这个三角形也是在这个近焦点附近发生变盘。所以呢，根据这个行情然后分布自己的仓位灵活做出止盈止损控制仓位根据这个它的真实的走势去做更容易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这部分呢，更详细的讲法呢是在我的 K 线西游战法4项战法这本书里面第二部分大家可以在淘宝上去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同名书籍。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